第17集里有一场太好玩了，香柳乘舟出旨意城时，巧遇文小六。即便上客船家还在说大人吩咐小人尽快送你出城，下一刻香柳就叫船家搭文小六一程。最好玩的是，等文小六上船，香柳竟然变身女子，和文小六上演了个角色兑换，文小六女扮男装，香柳男扮女装。一路上，文小六时刻记住自己男二身份，离着香柳姑娘远远的，害怕玷污她的名节。香柳姑娘顶着冷若冰霜的绝美脸蛋，却反过来捉弄文小六。一会儿下雨，一会儿心情，一会儿又下雨，折腾着文小六一会儿进船舱躲雨，一会儿出船舱避嫌。最后坐定，香柳姑娘还不断使法术，颠簸的船让文小六一次又一次跌倒在她身上，笑得我直拍桌子。真看不出平时不苟言笑的相柳竟然有如此可爱又调皮的一面。当然这一切都是因为喜欢文小六，不然一个冷酷无情的九头妖怎会做出如此无聊幼稚的举动来。不过这一幕也让很多网友想到了1000年前雷峰塔下西湖边也曾有个相似的场景，白娘子和许仙初次相逢也遇到过这样的大雨，这样的小船。不过白娘子目标明确，心意坚定，她所做的一切就是要打动许仙，就是要和许仙结为夫妻。可香柳呢？对文小六渐渐生情，却又清醒知道他们之间不会有结果，既害怕因情伤害到文小六，却又不自觉地靠近文小六。思想与行动的矛盾让他一方面依然冷若冰霜，獠牙常开，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，一方面又在文小六看不到的地方凝视、担忧、关怀。便如此时，他明明应该快速出城回陈荣一军大本营，却还是克制不了对文小六的怜惜，见他落单，总忍不住想要陪伴他。香柳之所以这样矛盾，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他最懂孤独，也最知道有人陪伴的意义。便如黑暗中漏进来的光，虽然细微，却可以明亮眼睛，心生希冀。文小六是香柳黑暗生命中的一束光。当所有人提到他，不是害怕他有9个脑袋，就是鄙视他卑贱的出身，只有文小六没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。即便他给了文小六40皮鞭，即便文小六很长时间都很怕他，想要毒死他，但文小六从来没有看不起他。文小六把他当作正常人来看待，对他有害怕，有气愤，却也有说笑和陪伴。生来寂寞的香柳十分贪恋这束白月光，哪怕知道永远不能触碰它，拥有它，他也情不自禁地想要靠近它，近些，再近些。他想守住这束白月光，让它永远悬挂在自己的黑暗世界里。如果可以，他愿意拿一切来交换，包括他的心，他的生命。但他又不敢惊动这束光，他害怕自己一动，这束光就溜走了。哪怕动了情，中了蛊，香柳也在竭力保持和文小六最初的模样。他怕他，他要讨好他，他愿意和他分享过往的人生，他伤心时有他相伴。所以当文小六下船后，他说下次不开心的时候，想想惦记牵挂你的人，他们不高兴你不高兴。香柳只为文小六的不开心而不开心，只为文小六的不高兴而不高兴。只要文小六愿意回头，便能看到黑暗中那个孤寂的身影。好伤感的暗示，好含蓄的深情。香柳，为什么你和白娘子同为蛇族，却不能像白娘子一样勇敢表达，勇敢争取啊？如若白娘子见到，怕也会被你气哭，更别说一直陪伴你的观众。柯妖柳注定会心塞，会心痛。